一个自主 AI 框架在最难的测试里表现得比人类专家还强。2026年8月5日推出的 AAC-AGI 3试中， Prime Agent 拿下了 95.5% 的 RHAE Best 艾塔 E 分数，人类专家的基线是多少？只有 95.4%， 全通了。他一口气完成了183个关卡，一个没漏。但很多人都知道，传统的 Agent 的系统最大的痛点是它像个死板的执行机器，模型能调工具，但它没法自己修改自己的决策逻辑。这就导致在常时运行的任务里，一旦初始提示词设错了，它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，这是瓶颈。Prime Agent 引入了 RLM， 也就是递归语言模型，它不再把上下文仅仅看作是一堆过长的文本，它把上下文看成变量，把子代里的委托看成 Repl 环境里的函数调用。就这一步。更关键的是，它提供了一个持久的 Python 运行环境， AI 可以直接写 Python 代码来检查数据，转换上下文，甚至启动新的子代理。它不是在模拟调用，它是在直接操作内存状态，真操作。它保持着状态运转，子代理在后台跑，主进程照样干活。比写代码更颠覆的是，它有一套持续限数机制，它允许 Agent 对自身的提示词、技能、记忆进行增删改查。说白了， AI 正在编程修改自己的大脑，它在运行时动态改造自己的处理能力。这种自改进能力带来了实打实的性能飞跃。在编码任务上，对比 GPT-5 的压缩版本，它的表现高出了 26%， 而在 Codex 的场景下更是提升了 130%。 RLM 千问3 8B 这种模型比原本的千问3 8B 平均性能高了 28.3%。 账就这么简单。它还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开发者的痛点，信息衰减。传统模型面对超长输入时，记忆会失效，而 RLM 设计允许它处理比普通模型上下文大量数量级的输入。没了。 Prime Agent 在 AAC-AGI 3上达成了183个关卡全通， Best Agent 3的准确率甚至达到了 99.97%， 这是测试级饱和的表现。数据本身就是结论，这其实是行业架构演进的一个缩影。从2026年6月开始，大家从追求上下文长度转向了追求对模型的可编程控制，它是建立在 RLM 概念之上的创新。这套技术目前已通过 MIT 许可证开源，目前该项目已开源，在设计理念上与 Cloud Code 截然不同。Cloud Code 偏向企业级工作流，而 Prime Agent 更像一个通用的专业研究底座。它在很多场景下比 Cloud Code 还要高出 13%， 够强悍。这证明了它的泛化能力。正因具备这种泛化优势，它早已跳出了简单辅助编程的范畴。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深度研究和长时运行的复杂任务。它不是用来生成 demo 的，它是给专业开发者定制的实验室级别框架。这种底层逻辑的升级，使它从 AutoGPT 时代的玩具彻底蜕变为实验室级框架。它实现了真正的持续性状态管理，而不是每次请求都重置环境。它彻底解决了状态固定的顽疾。解决了状态顽疾后，新的质疑随之而来。这种自动化机制安全吗？必须给你一个警告，它运行的模型代码是具有用户系统权限的，这根本不是一个安全沙箱。运行前必须审视这个风险。另外，这套系统非常吃资源，高自主性意味着更高的计算开销。如果不小心让子代理闲置超过30分钟，系统会自动从内存卸载。管理好资源才不会烧掉预算。部署它其实并不复杂，你需要 macOS 或 Linux 环境，直接跑官方提供的安装脚本就能搞定。启动后，第一件事是运行登录命令，配置好 API 服务，剩下的就是环境配置了。想处理复杂任务，关键是学会用 RLM 函数。你可以用它启动子代理并行工作，让主程序和任务逻辑解耦。有人吐槽 AI 生成的代码臃肿到
单文件近万行，靠 LLM 解耦才是解决这种千行 switch 混乱的核心玩法。资深研究者用这套框架能开辟全新的自适应路径，但行业内仍有争议，基础大模型是否强大到不需要外挂框架？如果你只是想练练手，这种复杂度可能让你觉得没必要。最后给你一个避坑清单，先确认许可证是否满足商用检查，显存是否跑得动，并确保任务边界清晰。注意，若模型生成的代码堆叠了近万行逻辑，这些检查缺一不可。